最近评这个德贤锦志，峰哥有一感慨：肖战这样的演员内娱太少了。我说你这是怎么的钱？我只想你能活到100岁。墨家就是你一定要活得好，我怎么办？真的太少了。娱乐圈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肖战因为长得太帅了，所以他不需要怎么努力，他就获得了惊人的流量。他哪有什么演技啊？真的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当年的《陈情令》献舍式演技就是从肖战这儿出来的。既然你们那么想要得到他，那就各自凭本事来夺吧。什么是献舍式？就是把自己撕碎了，把自己这个身躯完全交给角色的灵魂，让他住到自己这个身体里面来。从进组拿剧本一直到出组，肖战都在魏无羡这个角色里。所以很多专业影评，比如说半月谈就提到，无法想象还有人再演魏无羡可以超越肖战。无论是他早期的那种单纯灵性，以致到后期的那种无奈愤懑，都表达的淋漓尽致。我想这是对一个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如果大家愿意考古的话，可以去再看一看《藏海传》里边有一个桥段，就是藏海的父母被制成了人皮，当肖战看到的那个瞬间，他整个身体的反应，他的眼睛，他的五官，他的手指，他的呼吸，他所有的肌肉的颤动，你都能捕捉得到。这一次的德贤锦志，峰哥这说的是已经第7期了，我忍不住还想说，是因为他的表演太好。我是一个特别笨的人，很多剧情我要看好几遍我才看得懂，所以我个人非常注重演员的表演。掏出来是坨篱笆，在裤裆里是坨粑粑。3年里相濡以沫就是坨屎，30年你们都是活狗剩下，想啥子没有啥子是啥子意思？我干了，等死的一对同伴吐唾沫。喂，为什么不鞠躬？有没有点两肋下跪？继续要你万年感恩呢？不晓得感恩，但是也会记住。说你干嘛？大家看看这个反差多大！肖战把一个底层的小人物在战争期间，他又怕死又想活的这样一个心理表现得多么的淋漓尽致。这是一种精神，肖战是一种精神，它代表着一种敬业，一种尊重。他对表演有一种恭敬心，不会因为自己流量大了，自己出了名了，自己的收入高了，他的粉丝多了，但他从不轻视表演二字。当然了，没有人喜欢丑的东西，人人都爱美。如果这个演员演的又出类拔萃，颜值还是世手帅级的，为什么我们不多看两眼呢？他不但养眼，还养心呢。当肖战在德贤锦志中用那双颤抖而坚定的手在粗糙的武器上刻下德贤锦志4个字时，他刻下的不再是一个角色的名字，而他刻下的是1937年那个寒冬里4000余名冒着日军轰炸将金陵工兵厂数万吨工业血脉抢运西迁的无名工匠的集体签名。他刻下的是一个民族在退无可退时以最卑微的创造向毁灭发出的最崇高宣战。这部电影的狠厉与高级在于它撕开了历史浪漫化的表题，直抵一个血淋淋的核心，烽火连带，从无桃花源。主角莫德贤，一个只想保全妻儿的南京小钳工，他逃往止戈镇的每一步都承载着普通人对活着最本能的奢望。然而侵略者的铁蹄轻易碾碎了这份天真。电影中那句如履薄冰般刺人的台词，南京逃出来的人怎么还这么天真，瞬间击中了所有人的幻想。他残忍地宣告，当征服成为唯一的逻辑，退让从来不是和平，而是更彻底的吞噬。于是历史在此刻照进故事，并完成了他的加冕。莫德贤拿起了工具，他的身份从逃亡者升华为那4000工匠精神的战士化身。务乐功名这一源自秦朝关乎工匠尊严与责任的古老传统，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在武器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意味着对生死存亡的承诺，意味着对文明传承的背书。这绝非简单的制造，
这是在为民族铸造一根不贵的基柱。数据显示，正是那批西迁的机器和工匠在3个月后恢复生产，支撑了抗战中全国60%的械弹补给。这冰冷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莫德贤用血肉之躯将家与国融铸成一体的悲壮史诗。因此，莫德贤所颂扬的绝非天生的英雄，而是被逼成的英雄，是那个最终扛起枪炮的怕死街坊，是用那个身体抵住门栓的护崽母亲。当侵略将每个人的小家置于悬崖时，守护家园的本能便汇聚成了保家卫国的洪流。这部电影精准地捕捉并深刨了这种源于生命最底层的韧性。它告诉我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诗文，而是深斗小民在绝望中用生命点燃的最后风水。然而，这部电影的锋芒并未止步于历史的复原，它更是一面冷峻的镜子。它照映出某些至今未散的幽灵。影片中难民千辛万苦寻得的避难所止戈镇，被侵略者蛮横地错认为武镇。这一字之错，非无无知，实乃本性暴力。其精神内核里只有征服与暴力的武，从无真正共生的止戈。80多年过去了，此种逻辑可曾改变？审视现实，从矢口否认美化侵略史实，到解禁集体自卫权，妄图复辟军国旧梦，某些势力的行径在影片中那套掠夺的底层代码何其相似。他们今天的种种冒险，恰是历史毒株在新时代的畸形萌发。因此，电影结尾那句毫无喜气、恍若灵魂低语的恭喜恭喜，便拥有了跨越时空的警示力量。他仿佛在说，今日我们每一寸平凡的日常，皆是昨日先辈以再无明日的代价赎买而来。而他们对我们唯一的恭喜，或许正是期盼我们能认清并斩断那历史的毒根，德贤景致，以影像发出犀利质问。面对永不悔改的贪狼与野心，我们还能否保有那份南京式的天真？历史的答案早已写明，对军国主义的任何幻想都是危险的坟墓。我们先辈在止戈镇的绝地反击，不是好战，是为子孙争一个活下去的明天。而今天某些势力的蠢蠢欲动，绝非强大，实为咎由自取的玩火。他们若敢重蹈覆辙，将所面对的是一个从最深谷中淬炼而出、更加团结并且不退让的中华民族。从工匠手中篆刻的姓名，到民族血液里流淌的不屈，德贤景致完成的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焊接。它让我们铭记，真正的脊梁诞生于最黑暗的深夜，而最好的捍卫是让创造与铭记的光辉永远照亮前路，震撼一切来犯的漫漫长夜。这正是我们与这部电影与那段历史对视的终极意义。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看了这部电影，真的是内心有深深的感触。